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8月11日，今日講下呢，即係一個香港嘅所謂涉嫌學術造假嘅新聞啊，變成一個國際新聞喎。其實背後呢，我認為仲有一條更大條嘅魚嘅。咁啊嗱，好多嘅家長呢，就希望啊個仔女望子成龍啊，咁啊玩呢個遊戲喎。呢個望子成龍遊戲，其實我覺得呢，呢個香港而家涉及呢一單新聞啊，叫虐配安心事件。咁啊，好多人都知件事嘅始末噶啦，咁我就唔詳細講啦。呢個虐配安心事件呢，其實我覺得背後呢，就係涉及到一個好核心嘅問題。揚名聲就顯父母，呢個係華人社會，其實唔係淨係華人啦，好多嘅社會呢，韓國社會、日本社會乜嘢都好啦，都有呢種好典型嘅想法嘅。歐美社會呢，亦都有個揚名聲顯父母啊。嗱，涉事嘅女孩子呢，呢個潘同學，咁而家16歲嘅啫，係聖保羅男女中學中4級嘅學生。我睇翻佢嘅 CV 呢，睇翻喺網上揾到個足跡啦，其實佢12、13歲開始咧不斷接受訪問喎，TVB 可以做咗一集專門去訪問佢，香港電台仲有好多咧網上嘅節目，什麼卓見名家，有大量嘅內容咧係訪問佢嘅。咁你見到啦，網上一個10幾歲嘅小朋友話佢由細到大做義工咧做到揚名立萬嘅然後咧又有創科嘅成績。咁呢個係好厲害啦！唔單止係咁喎，我睇咧佢仲係音樂家嚟喎，即係參加過好多獎嘅。2019年呢個國際藝術音樂節大獎攞第2名嘅piano。然後咧2020年同一個獎項咧又攞第2、第3名啊！2020年全球音樂精英線上大賽又攞呢個嘅第1名嘅喎，然後2021年呢國際惠瑞音樂大賽咧又攞個第1名、第3名。即係佢嘅父母咧，好用心機咁栽培佢。咁同好多家長都係啦，當然會用盡辦法。我覺得呢個咧就係一個極致嘅遊戲嚟嘅。點解叫極致遊戲咧？就係香港咧，其實佢哋個教育習慣咧，由幼稚園開始咧就教學生學術造假嘅。點解咧？因為我都參與過啊嘛，我都經歷過啊嘛。咁我就係呢個嘅大女咧喺香港讀幼稚園噶嘛，亦都要考小學啊。讀幼稚園考小學嘅時候呢，即係你喺嗰個遊戲度，你好難完全避免喎。咁啲老師就叫佢啲小朋友做啲勞作，咁做勞作翻屋企做。喂，做勞作咁喺學校做就算啦，你翻屋企做呢，家長好難唔介入㗎，因為點解？你有比較心態啊嘛。我哋冇介入啦，結果呢，發現其他家長呢做個勞作呢，哇，成層樓咁高㗎喎，即係嗰啲玩具1、2層樓咁高㗎喎，咁誇張㗎喎。喂，有比較咧，啲小朋友會唔開心啊？點解人哋個媽咪幫佢做得咁靚，點解我哋冇啊？咁小朋友難免有唔開心，可能其實小朋友冇咁嘅諗法，啲家長會咁諗啦。咁結果我哋下次又幫阿女做咯。結果咧互相比拼底下咧，其實根本就唔係啲小朋友做嘅，係啲家長做嘅。呢個其實由細到大都係學術造假，因為香港嘅教育制度咧就要求你咁樣做啊。點解啊？就係因為佢學前班都要 interview。學前班要 interview 咧，唔係淨係 in 嗰個小朋友嘅 in 埋家長嘅，睇下你個家世好唔好啊？睇下你嗰個對小朋友個栽培程度有幾高啊？幼稚園又要 interview， 然後咧幼稚園入小學又要經歷無數 interview。你入得好嘅學校，你當然就必須要玩呢套遊戲規則。如果唔係就派即係嗰啲屋邨學校啦，隨意派啦，係咪？咁所以咧變成咗家長同小朋友之間就自細學術造假。你個5、6歲你要整 CV， 你整咗啲咩 CV 出嚟啫？你咪要催谷咯，一方面；二來咧就參加好多比賽啦，三來咧參加好多比賽咧都係即係有父母嘅影子，或者有補習老師嘅影子，甚至乎出邊咧請槍無論係什麼書法比賽嗰啲喺屋企嘅勞作比賽、畫畫比賽多少咧都係唔係你嘅影子嚟嘅。咁啲家長咧又樂於其中我作為曾經一份子都樂於其中見到小朋友上台攞獎好開心然後又去呢個嘅咩畫展咁當然影咗相嗰刻係開心嘅，虛榮感啊嘛呢個就係叫揚名聲就顯父母。小朋友開心係坦白講佢幾個月後唔記得咗噶啦而家我女長大咗，我就知道佢肯定係唔記得咗佢3、4歲參加嗰啲畫畫比賽嗰啲時績嘅，一定係唔記得嘅。咁但係呢個呢，就係如果你香港長大呢，就係由2、3歲開始就玩呢個遊戲，然後升小學啦，小學升中學又玩呢個遊戲咁而家啦，阿潘小朋友佢哋呢個年紀14至16歲，
咁啊，佢就話要玩 AI 啦，要 STEM 啦，香港咧就要發展 AI 創科嘛。咁啊，就有好多呢一啲嘅比賽，咁結果佢又攞咗好多獎啦。涉及到所謂嘅資訊科技嘅大賽，就係即係據說就發明咗一個 app，呢個 app 咧就叫做藥倍安心咁嗰啲醫學 app 嚟嘅。咁啊，結果就係而家俾人實名舉報俾一個城大2年級嘅女學生實名舉報。呢個女學生都好勇敢嘅咁但係咧，我即係佢結果被舉報咧，吹哨人啦。佢吹哨完之後咧，就受到無數嘅攻擊啦。有人話要發律師信俾佢有人咧就話佢係博出位有人話咧佢係性工作者咁啊，如何嘅。咁啊，結果就係吹哨人啦，受到呢個鋪天蓋地嘅攻擊啦。咁啊，佢就係而家接受咗好多訪問噶，所以呢件事嘅細節我唔想講呢件事細節就涉及到藥倍安心，涉及到學術誠信、數據私隱、政府資助項目係香港最嚴重嘅教育同科技醜聞之一。咁我就覺得我嘅結論就係，其實就係喺香港個社會環境，自細啲人就訓練緊啲仔女學術造假，中產階級同埋有錢人咧就有能力去玩呢個遊戲。窮人梗係冇啦，窮人嘅父母喂揾朝唔得晏，佢點會可以幫到個仔女做咁多呢啲美術勞作咁多音樂嘅培育唔會噶嘛，係咪咁多 interview 咁佢哋派屋邨學校咯。咁所以咧變成咗就係其實背後咧係一個階級鬥爭嚟嘅，就係中產階級有錢人，佢哋想辦法咧由細到大協助個仔女咧學術上做靚嘅 CV interview 班無數嘅呢啲嘢。咁然後咧呢個潘小朋友爸爸媽媽佢哋名人嚟噶嘛，咁咧就係利用咗佢哋家世嘅資源，希望咧13、14歲嘅時候就令到個女咧不斷上電視。上電視咪係揚名聲顯父母咯。第一，第二咧呢個一為神功二為弟子，主要係揚名聲顯父母。其次佢哋希望個女第時可以平步青雲嘛。佢爸爸媽媽都係香港大學畢業，香港大學嘅博士，醫學博士都係一個唔錯嘅家世啦。但係如果個女能夠入到劍橋牛津，入到哈佛史丹福耶魯呢啲世界頂級嘅名校，佢哋咪覺得光宗耀祖咯，佢哋覺得前途咪平步青雲咯。但係呢啲其實係呢個叫做吸星大法嚟，係會反噬。而家反噬咗啦，而家反噬咗咧就係全球咧啲人都質疑係咪學術造假咁當然啦，即係阿潘小朋友佢咧就係被訓練出嚟嘅一個咁嘅情況。咁佢就網上有一個聲明就話啦，佢就係潘希純，一名咧就讀於聖保羅男女中學嘅中四學生。2025年6月佢個項目咧藥倍安心，涉及到咧學術誠信同埋數據私隱嘅問題，引起廣泛嘅社會討論。呢場爭議咧，讓我感到係震驚壓力嘅，亦都反思自己初衷同過程。如何面對外界嘅質疑呢？作為一個年僅16歲嘅學生呢，希望以自己嘅視覺誠實地分享呢個經歷，澄清一啲嘅誤解並表達佢嘅立場嘅。佢而家就似乎想用公關嘅手法去解決呢件事啦。但係呢個就永恆地喺學術發展上面留下咗個烙印，或一個受到學術質疑。呢個受到學術質疑，當然佢唔係一個個別事件嚟，因為你睇翻咧潘爸爸咧，佢都係曾經有幾單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咗。潘爸爸就係名醫啦，潘東平教授啦。咁呢個潘東平教授咧，曾經係俾醫委會喺2015年咧，因為佢刊載一篇文章涉及到咧係優於其他醫生嘅自我介紹咧，而被判停牌1個月雖然係如此，但係緩刑咗6個月嘅。即係咧佢自己喺個文章裏邊咧有過當不當宣傳，就宣傳咧自己嗰個厲害之處形容佢開創新技術治療肝癌，於瑪麗醫院帶領咧呢個肝癌微創嘅手術咧發展以及咧獲取咧多個本地同埋國際嘅研究醫學獎。喂，香港嘅醫委會醫學守則咧，你係唔能夠咧係自我宣傳喎，因為你自我宣傳咧就會有比拼啦，比拼咧就會咧即係令到一啲咧病人咧唔識得分辨嘅咧，就會以為呢個宣傳咧呢個醫生真係好過其他醫生嘅，可能唔係一個客觀嘅事實嚟嘅，就驚啲醫生之間互相比拼宣傳，因為咁停牌咗1個月，但係緩刑咗6個月，即係其實佢曾經咧係有學術呢個嘅違反誠信嘅一個情況。咁當然佢喺嗰個庭上面自辯咧
或者係代表律師幫佢辯護咧，呢個係一個 mistake 嚟嘅。咁呢個大家都可以接受嘅，點解？因為佢曾經係教授，佢係港大嘅講座教授。咁啊，港大嘅講座教授咧，佢就話佢 copy and paste 以前咧港大嘅介紹，因為咧你港大教授就有可以有呢一種嘅宣傳喎。但係醫生就唔可以啊嘛，因為醫委會就管唔到大學教授啊嘛，就管到即係執業醫生啊嘛。佢喺教授時期就係有呢個宣傳，呢個宣傳亦都並無不當啊，一個喺學術界上面被視為並無不當嘅情況啦，至少咁咧佢就話 copy and paste， 咁啊係一個無心之失嚟嘅，就唔記得咗自己咧個身份變咗，咁呢個都可以接受，但係呢個唔係個別例子喎，仲有其他例子喎，就係咧以前喺香港大學嘅時期咧，因為咧有一個大規模嘅學術造假呢個大規模學術造假咧，佢係涉事人之一。咁佢係涉事人之一咧，而當時咧當然仲有好幾個人啦，一個涉及到盧寵茂啦，一個咧就係涉及到咧范上達，呢幾位咧都係國際權威嚟嘅，有22篇論文咧疑似學術造假。08年嘅時候咧已經咧喺港大醫學院咧外科學系已經有呢個情況喎，就用舊圖。咁啊用舊圖又唔得㗎，被判去學術造假5年不得發表。咁08年嘅時候有22份論文咧喺00年至08年發表嘅。又係涉及到學術造假嘅人物咧，包括系主任盧寵茂、講座教授潘通平同埋咧范上達3個人。但係呢幾個人咧仲係港大而家嘅名譽教授嚟喎。咁啊，點解涉及到學術造假嘅人啊，仲會有機會咧？其實我又講下嗰個背後原理啦。因為咧嗰啲叫做咧一雞多尾，喺學術界咧其實好普遍嘅。喺90年代或者2000年代初以前係好普遍嘅一雞多尾，或者咧有時咧你用英文發表完之後咧，你翻譯做中文再將佢發表。以前咧80年代中大亦都有因為呢件事咧鬧上咗法庭即係究竟係喺英文發表完之後用中文發表得唔得咧？咁學術界咧而家個範式標準就認為唔得嘅。如果你用英文發表完咧，再改用中文發表或者調翻轉咧，都係唔得嘅。呢個叫重複發表。咁啊，以前咧仲興咧，就係你發表一篇好長嘅論文，然後咧假設喺某期刊歐洲某期刊發表完啦，然後咧一篇好長嘅論文大概有10萬字，你再後來咧將論文裏邊嘅枝節咧拆開佢成為10幾篇小論文，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發表。咁以前咧喺90年代非常之流行嘅，其實從來就係學術界認為呢種咁做法咧，默認係大家覺得冇所謂，因為升職係要靠論文嘅數量啊嘛。你要發表 SCI、SSCI 要發表論文數量。咁但係咧喺2000年代中後期咧，大概08、09年就係呢件事出事前嘅幾年，喂，全球嘅論文咧上載咗啊！啲全球論文上載咗咧，你可以查重複啊，就係查下邊啲論文同邊啲論文重複。結果呢個盧寵茂、潘通平啊、范上達呢啲論文咪發現啦，俾人發現喂有舊圖新用喎，有電腦軟件剪接咗個新圖喎，其實就係以前咧嗰啲學術論文咧用過嘅圖嚟嘅，用過嘅相嚟嘅，即係一雞多尾啦，即係舊酒新瓶啦。所以嗰個時候被爆出學術造假，而家佢哋仲係維持咗名譽教授。其實因為所有涉及呢啲人咧，以前嗰個年代咧醫學界好普遍，科學界都係好普遍嘅咁就叫一雞多尾呢啲招叫做。咁所以咧，其實潘爸爸咧，以往佢涉及到2單，至少係2單受到學術誠信嘅質疑嘅。一單就係港大22論文事件，一單咧就係佢喺醫委會被裁定咗喺呢個專業不當嘅宣傳，2單係涉及到嘅。咁佢媽媽都唔係講笑，媽媽都係港大嘅博士嚟，後來咧就係留任咗呢個香港大學。咁你見到咧，佢喺呢個2006年彭明之就係寫咗博士論文喺港大咁後來成為咗佢爸爸嘅同事啦。然後咧09年嘅時候咧就生咗潘小朋友啦。潘小朋友所以今年咧就16歲喎，09年嘅時候出世。咁就係佢爸爸媽媽咧都係港大嘅即係前員工教職員啊。所以你睇到啦呢個佢媽媽咧就係好細個，爸爸媽媽好細個咧就訓練佢哋出去做義工見報就不斷咧就要儲 CV。其實我講啦，背後嘅原理就係揚名聲顯父母呢樣嘢咧。其實華人社會尤其嚴重，韓國日本咧都有唔少呢啲情況。咁有一單咧新聞咧，其實涉及到西方啦，學術造假。其實我就話有學術就有學術造假啦，有人就會有貪污嘅，
有權力咧就會有尋租嘅，呢個就係我一直以嚟嘅主張。喺2019年咧，美國大學啊，亦都爆發咗咧好轟動嘅一單新聞，就係咧好多人咧就冇辦法咧考到入去呢啲長春藤啊或者史丹福啊你或者柏克萊啊呢一類咧世紀超級大學名校，冇辦法嘅。咁但係呢啲名校咧又有其他渠道可以俾你考入去喎，譬如話你打籃球好勁 NCAA， 咁佢可以招攬你喎，俾全額獎學金你嘅喎，什麼南加州大學啊布朗大學啊，咁俾好多呢啲獎學金咧，啲運動員嗰啲運動員咧未必識英文添嘅，未必識字添嘅。可能係國際球員嚟嘅，都俾佢入啊！即係美國有好多電影咧，大家都拍過呢啲嘢啦。喂，佢哋學術考試咧都係造假嘅，都係揾其他人咧去代考嘅。咁好多籃球電影咧都有呢啲係眾所周知嘅秘密。呢啲大學咧亦都隻眼開隻眼閉，佢哋希望啲運動員可以為學校爭取名聲然後咧有啲人咧就會利用呢個空檔去學術造假喎，結果喺2019年嘅時候咧踢爆咗，有無數嘅名校係收咗啲家長嘅錢。你收家長錢咧，如果正式捐款俾學校咧，不嬲都有呢個渠道噶嘛。李嘉誠又好啊，胡應湘又好，都有捐錢啲俾名校，啲名校咧就會留翻啲學位俾你哋嗰啲仔女。呢個係一個渠道，但係個金額就要好大，金額就可能要講緊以千萬計、億萬計喎。以千同億計嘅講緊係英鎊美元喎。咁但係咧喺2019年咧就發現有好多咧名人，佢哋又好有錢嘅，但係咧又未必想使呢筆錢去捐錢。咁結果咧佢哋就用幾廿萬至幾百萬美元不等去賄賂嗰啲體育教練啊。咁其中有一個女仔咧即係都幾有名喎，而家好活躍於呢個嘅社交界嘅。呢個女仔佢爸爸咧亦都係中國醫藥界嘅名人嚟又係涉及到醫藥。其實醫學界咧個論文咧特別容易咧係造假嘅。呢個個原因係點解咧？因為咧醫學要快啊嘛，日新月異啊嘛所以咧佢哋個審查咧唔同喎。文科嗰啲咧論文咧審查咧，審1年半載係好常見嘅。但係醫學嗰啲咧柳葉刀嗰啲論文咧唔同啊，嗰啲幾個禮拜咧就會刊載。你爭分奪秒救人。所以 Covid 嘅時候咧，好多1、2個星期一研究好就即刻刊載嘅。咁有一個女仔，呢個女仔咧姓趙嘅此趙不同彼趙呢個叫趙宇思。趙宇思同我當然冇親戚關係啦，一定要講明噶啦。而家啲人入埋我數嘅。咁咧佢阿爸咧就使咗4300萬，就650萬美元去賄賂個體育教練。佢爸爸就步場製藥嘅董事長趙濤趙濤咁使咗呢筆錢。而家咧個女咧就係被史丹福大學開除。而最犀利嘅就係咧，佢同阿潘同學都係，佢接受好多訪問嘅。佢就係曾經喺直播抖音裏邊咧講過，佢自己係考雅思考 TOEFL 同埋考其他嘅學科，如何咧係厲害嘅，以學霸嘅成績考入史丹福大學。結果就係呢個直播冇耐幾個月後之後咧，就被爆出咧佢學術造假，然後被史丹福大學開除。佢阿爸就攞650萬收買咗個教練，就話佢係絕世嘅運動天才。係撐艇嘅天才，但係佢係根本唔識撐艇嘅結果咧佢用呢個優秀運動員嘅身份入去。咁佢父母嘅代表律師嘅辯護咧就話佢只不過係以為係捐款，但係頭先我所講捐款唔係咁少錢㗎，唔係600幾萬㗎，要千萬計㗎如果你捐款要留到個學位，捐款俾大學，咁佢就係用呢咁嘅方法。其實仲有好多名人，包括何夫曼啦，因為咁而坐監嘅為咗個仔女咧入大學而坐監嘅，即係呢個演藝名人何夫曼，都係有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個學術造假咧真係好 perfect， 好可悲。咁而家中國大陸咧又係，中國大陸咧又有呢個學術造假嘅新聞咧，係喺國際上咧亦都有爭議嘅，就係有一個4院士推薦人聯名要求中科院黃正敏係除名，因為呢個黃正敏院士、黃正敏教授咧，又係復旦大學嘅耳鼻喉教授又係醫科嘅，又係涉及到學術造假問題。我就話呢個醫學咧或者理科咧呢一方面咧都係打擊得好嚴，因為你涉及到嘅嘢咧，係人命嚟嘅。如果你學術造假，你做一假嘅實驗出嚟，或者假嘅數據出嚟，呢個會影響到好多病人嘅。佢同資治通鑑研究下呢個文心雕龍嗰啲唔同，嗰啲唔會整死人噶嘛嗰啲造假當然都唔得啦。但係嗰啲就唔會整死人嘅，醫學工程學嗰啲死人多咧就好大鑊嘅。咁喺度咧就好笑嘅，即係咧任何嘅
學術咧都會有機會咧有切磋嘅，我覺得冇乜所謂。即係如果講得唔好嘅，咪修正啦，係咪啊？呢個就係學術進步嘅地方啊嘛。咁我出咗本書啦，呢本書我覺得真係好感恩啦，因為咧出版2個星期咧就要印第2冊，從來我未試過有一套書咧可以咁快賣晒嘅嚇。佢印嘅量咧同以往嘅書唔印得少嘅，差唔多印呢個量嘅。咁啊結果出咗2個星期賣咗1000幾本。咁呢個書就係《貨幣思想與歷史通論：中國經濟史嘅變局與抉擇》。我聽啲朋友講喺香港咧，各大書店都有得賣咯。咁啊，你帶翻大陸，我相信就唔會俾人拉嘅，因為佢冇任何敏感嘅內容喺裏邊嘅。佢係講古代嘅先秦啊，去到呢個嘅明清啊，最晚去到民國初年嘅啫。咁啊，唔會有敏感內容嘅基本上。咁呢個書，咁啊呢個書咧好笑嘅，因為我裏邊咧就喺書裏邊第30頁就提咗一個理論叫趙氏定律同趙氏曲線。結果咧，因為出版社又幫我宣傳下啦，呢個趙氏定律、趙氏曲線，有啲專欄作家話都係大學嘅副教授嚟嘅喎，咁啊3、5成群啊，佢哋幾個人咧就長期咧喺網上咧講假新聞嘅。咁啊，譬如話曾經又講過我係教孔子學院啦，咁我從來冇教孔子學院嘅。又話我獵殺狐狸啦，我從來冇毒殺同獵殺過狐狸嘅。我嗰日捉咗隻狐狸咧，係嘛？嗰一年啊。咁啊，10幾萬人咧睇住我直播，我係放咗隻狐狸個生勾勾嘅，係冇任何即係我係跟住呢個嘅 pest control 嗰個指引去做嘅，冇任何事喎，好活躍嘅喎，10幾萬人睇我直播見住嘅。咁 anyway 咧，我裏邊咧30提到趙氏曲線，佢就話咧，從來冇人咧係用自己嘅名幫自己嘅定義定律曲線係命名嘅。佢呢個咪就係典型嘅學術造假咯？點解我書裏邊寫明個趙氏曲線咧係趙世卿曲線啊嘛？係呢個趙氏者，此趙就不同彼趙。咁啊，佢又冇睇過本書嘅，佢見到出版社嘅宣傳咧，佢就好高興啦。咁啊，然後咧就造假方法咧攻擊我。咁呢啲人咧就係呢個叫做碰瓷黨，我就唔開佢名啦。姓曾嘅碰瓷黨，一個姓曾，一個姓梁，一個姓劉。呢啲碰瓷黨咧。寄生蟲，咁我就唔會開佢哋名益佢哋。anyway 咧，呢本書就可以喺各大書店買到啦。全球嘅讀者咧，歐美啊、海外讀者都可以啦。喺台灣嗰啲博客來啊、誠品啊嗰啲網上書店咧 ，DHL 寄到過嚟嘅呢度。多謝大家支持。23年嘅時間寫作，希望大家買翻本啦。多謝大家，知識有價。再 Patreon 再 YouTube 會員，亦都係一個支持鼓勵我嘅方法，因為裏邊亦都有大量獨家內容同埋優先睇嘅內容嘅。拜拜。